大家好，我是奥叔叔。这集我们要完成可在游戏中被玩家操控的游戏角色。在 Player 下添加 Animation Tree 的子节点，旁边的警告说要设定一个动画树跟节点。我们可以在检视器 Tree Node 的栏位指定动画树跟节点。由于我们的角色需要在多个动画之间做切换，所以目前最适合我们的就是 State Machine， 并且别忘了还要指定 Animation Player。在下方动画树面板添加两个动画 Run 与 Slide， 点击这个按钮，或者在选择模式下 Shift 加滑鼠左键，在两个状态之间建立过渡。Start 到 Run 建立一个过渡， Run 到 Slide 建立一个过渡， Slide 到 Run 也建立一个过渡。画面中可以看到 Run 与 Slide 之间不断的疯狂切换。现在为 Run 到 Slide 的过渡建立条件。在检视器展开 Advance， 然后在 Condition 这里输入 is Slide。同理，在 Slide 与 Run 之间的过渡 Condition 输入 is Run。这里可能有朋友在想，一来一回就要用到两个变数吗？是的 ，Condition 这边只能这样做，它只会检查该变数是否为真值，而不会检查该变数是否为假值。事实上，状态的转换实际上有三种做法，因为以学习为目的，三种方法我们都将用上。点击场景树的 Player， 在检视器最下面 Screen 的栏位点一下，然后选择新增脚本。新增的脚本会继承该节点的类型。我们可以为脚本专门建立一个存放的资料夹，例如我这里的 GD Scripts。脚本名称预设以节点名称做命名。OK， 按下建立按钮。现在画面上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 GD Script 的程式。GD Script 大幅借鉴了 Python 语言，但它们之间还是有些不一样。至于哪里不一样，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我以前没有学过 Python， 没有写过一行 Python 程式。那我是如何学会 GD Script 的？其实我不是学会的，我是模仿会的。你不必现在就搞清楚这支程式在写些什么，因为我一开始我也没认真看这支程式在写些什么，也不用一开始就先学 GD Script 的语法。语法不会没关系，模仿总会吧。我们只要关心当下要做的功能如何用程式写出来，并在这个过程中顺便把语法学起来就好了。现在我们要关心的是，前面我们在 Condition 所设定的变数，如何用程式去设定它为 True， 做到跑与下滑的切换。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变数去控制 Animation Tree， 所以现在 GD Script 的第一课就是如何宣告变数。GD Script 的变数宣告可以像 Python 一样随便，不是使用动态型别，一定是 var 开头，后面自己取个名称。接着在节点 ready 的阶段抓取子节点。写程式时善用你的程式编辑器，当你看到你要用的东西出现在列表中时，可以用上下键选择，最后按 Enter 确认。例如我这里打了底线 REA 之后，就看到我要的 ready， 于是我按下 Enter， 剩下的部分就会自动补完，这样写程式轻松又快。接下来注意一下陈述式最末端的这个冒号，下面有几行程式的末端也出现这个冒号，它的意思就是接下来缩排区块里的程式属于我这行指令的一部分。注意我前面这句话有4个字很重要，就是缩排区块。每按下键盘的 Tab 键一次就可以进行一次缩排， Shift 加 Tab 键可以取消一次缩排。一般情况下在输入完冒号之后按 Enter 会自动缩排。用 getNode 抓 Animation Tree 的子节点，并且赋予到我们的变数。这里有一个 GD Script 给的语法堂， getNode 这部分可以用一个前置符号加型别这样的写法来取代。前面提到变数可以使用动态型别，指的是在赋值阶段才决定变数的类型，而且它还不是一次就固定。如果下一行你写 AnyTree 等于1，那么 AnyTree 就从 Animation Tree 变成了整数。动态型别除了用起来简单之外，剩下的全是缺点，执行效率差是其一，但最大的问题是在人身上，因为是人就难免会犯错。当程式写得大一点长一点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变数现在到底是猫还是熊还是猫熊，所以我们应该使用静态型别，就在变数名称后面冒号再加型别名称，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是猫就是猫，不会变成熊，更不可能突然变成猫熊。
将刚才写的程式注解起来。单行注解前面下井字号，多行注解就是将多行选起来以后按 Ctrl 加 K， 再按一次 Ctrl 加 K 可以解除注解。这里再给一个 GDScript 的语法堂。刚才注解的部分，我们可以只用一行就写完了。先写 8onReady， 然后宣告变数，接着冒号等于前字号加型别。冒号等于是什么意思？这里也出现过一次，它的意思是从赋值中做静态型别推导。它的意思就等于下面这一行，在定义变数的时候指定了静态型别，然后顺便赋予初值，也就是上面的写法等于现在这个写法省去中间型别的部分。这里的 8onReady 不可以去掉，因为这里要抓 AnimateTree 子节点。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只有这个节点真的存在场景中，这样才抓得到吧。所以抓子节点的程式为什么要放在 Ready 的阶段做？就是因为 Ready 的触发机制是由下往上，意思就是由子节点往父节点的方向触发。换句话说，当父节点的 Ready 被执行的时候，其子节点无论是儿子辈还是孙子辈，已经存在于场景树中，并且初始化完毕。至于节点的主循环，指的就是不断重复执行的部分，就分两种，一种就是每帧执行一次，另一种就是每秒固定执行60次。接下来先整理一下程式，把不需要的去掉，把暂时用不到的先注解起来，避免后面测试的时候受到干扰。首先，下面这段注解去掉，现在标起来的这段是做重力计算，以后用得到，现在用不到，先 Ctrl K 注解起来。现在标起来的这段是做跳跃的动作，现在用不到，先注解起来。由于我们要做的是跑酷游戏，不像超级玛丽那一种可以左右来回移动，所以这一段删掉。现在我要定义游戏里的输入，点击选单，专案下的专案设定，接着切到隔壁的输入对应，然后在这里输入动作名称 slide， 最后按下新增按钮，按下这里的加号，这里搜索按键名称 down， 选取我们要的按键，最后按下好的按钮，重复刚刚的操作，过程我就剪掉了。新增 jump 的动作，并指定 up 的按键。定义完了以后按关闭按钮。刚才定义的东西在程式里要怎么用，这里就有示范了，所以照着模仿来写。这里选择 slide， 最后的冒号不要忘记，在下一行输入 anytree 点 set， 然后小括号。输入字串 PA 以后，在提示里选择 parameters conditions is slide， 然后第二个参数输入 true。那么下一行就是设定is run 为 false。这里我故意按 ESC 取消提示，我们换另一种方式来输入字串。场景树选择 animation tree， 接着检视器展开 parameters conditions， 然后将 is run 拖移到程式里，就像画面展示的这样。然后第二个参数就输入 false。既然按键按下是做滑的动作，那么放开按键就恢复跑的动作。按键按下是 pressed， 那按键放开就是 released。所以当按键放开以后，就要设定 is slide 为 false， is run 为 true。前面我们写按键按下要干嘛，放开要干嘛的过程中，就学到 GDScript 语法的第二课，if 语法应该怎么用。现在画面上就是 if 语法的格式，并且我给了3个例子，只要抓到几个重点就学会它了。第一个，下完条件后一定要接着冒号。第二个，条件成立后要做的事，一定要放在缩排区块内。这里切回 2D 编辑器，在为场景添加摄影机之后，我们就可以做测试了。就在 Playground 节点下，新增 Camera 2D 子节点。画面上这个粉紫色的框线就是摄影机的拍摄范围。如果没看到的话，缩放场景至 75% 应该就看得到了。按下这个按钮执行专案，在弹出的游戏视窗里，按下方向键的下可以做下滑的动作，放掉按键则回到跑步动作。从慢动作里可以看得出来，动画是直接切换的。关掉游戏视窗，点击 Animation Tree， 选择 Run 到 Slide 的过渡，在 X Fade Time 输入 0.2， 同样 Slide 到 Run 的过渡 X Fade Time 也输入 0.2， 再次执行专案。注意跑步动作与下滑动作的切换。
从慢动作里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不会直接切换动画，而是有平滑的动画过渡效果。现在要做的是加快跑步动画的播放速度，在下方空白处滑鼠右键新增 Blender Tree， 按下这个图示相比的按钮。这个 Blender Tree 可不是 Unity 的那个 Blender Tree 哦，在概念上完全不一样。狗豆的 Blender Tree 功能非常强大，远不止我现在只作为动画速度调整这样而已。空白处滑鼠右键，在选单选择动画，点击动画图示，然后选择 Run， 从动画节点拉一条线出来，在选单里选择 Time Scale， 然后数值输入2，再从 Time Scale 把线接到输出，点击这里回到根节点。现在把 Run 节点删掉，重新为 Blender Tree 与 Slide 连接过渡。Start 节点也要连接一条过渡到 Blender Tree， 别忘了设定过渡的 Condition 与 Expect Time。Expect Time 我不再使用 0.2， 而是一个 0.05， 一个 0.1， 将 Blender Tree 节点重新改名为 Run。上面的角色现在是静止的，按下 Run 节点的播放按钮，角色就跑起来了。按照画面所示，将动画状态机的流程拉好，并且注意一下箭头的方向。前面说过，状态的转换有3种做法，现在我要把另外2种做法做上去了，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看。点击 Double Jump 到 Fold 过渡线，检视器展开 Advance， 在 Expression 这里输入 Velocity 点 y 大于0，点击将 R 到 Fold 过渡线，一样在 Expression 里输入 Velocity 点 y 大于0。点击由 Fold 到 Run 的过渡线，在 Expression 里输入 is on floor 小括号，点击 Run 到将 R 的过渡线。这次我们不输入任何的条件，而是将 Mode 改为 Enabled， 选取 Run 到 Fold 的过渡线，同样将 Mode 从 Auto 改成 Enabled。最后一条，将 R 到 Double Jump 的过渡线，同样将 Mode 从 Auto 改为 Enabled。接下来这一步非常关键。再次点击 Animation Tree， 然后点击检视器的 Advanced Expression 这个栏位，然后选取 Player， 最后按下好的按钮。为什么要指定 Player？ 在 Player 滑鼠右键，点击开启说明文件。现在你看到的是 Character Body 2D 的说明文件，往下滑看一下属性，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 Expression 里有用到的 Velocity。再继续往下滑，这个就是刚才在 Expression 里面写的 is on floor， 所以 is on floor 就是用来判断角色是否站在地上，意思是在落下的过程中，若角色碰到地面的话，就转为跑步动作。再来是角色跳起来的时候，何时转落下的动作，我们可以从速度的 y 值是否大于0得到。那为什么是大于0而不是小于0？因为狗豆的 2D 坐标系 y 值向下为正，向上为负。为了后面做跳与落下的测试，现在我们要用 Tiler Map Layer 简单做个地板，在 Playground 下新增 Tiler Map Layer 的子节点。注意，这里要选择的是 Tiler Map Layer， 不是上面的 Tiler Map。正好这里有2个图示可以说一下。警告指的是实验性功能，你可以用，但它可能存在 bug 或者不稳定。叉叉的意思是现在不用这个了，已经有新的可以取代。OK。确认选择是 Tiler Map Layer 之后，就按下下面的建立按钮，点击 Tiler Set 栏位，选择 Tiler Set， 点击这个加号，然后选择图集，选择 Sprites 资料夹下的 Terrain 64x64.png。插播一下，这里所使用的背景素材是在这里下载的，这是 CC 0授权，免费可商用且无需注明出处。原图的一个图块大小是 16x16， 我给的下载连结里的是我改过的，为了配合角色的大小，所以我改成 64x64。 选完图片以后，接下来会弹出一个视窗，这里选择否，再次点击 Tiler Set， 将 Tiler Size 设定为 64x64， 这里也要设定 64x64， 这里只点亮这个图块就好。再来为图块建立碰撞，检视器展开 Physics Layers， 接着按下新增元素按钮，这里切到绘制页，点击选取属性编辑器的下拉选单，选择物理层0，然后在这个亮起来的图块上点一下，
这样就可以为该图块建立碰撞。底层面板切到 Tiler Map， 点这支笔就可以在场景中绘制地形。画错了，这里有橡皮擦，或者直接滑鼠右键也可以擦掉。绘制前要先选取要绘制的图块，接着在 2D 场景编辑器里，滑鼠左键拖曳，在角色的脚下建立地板。Tiler Map Layer 的功能非常强大，它的功能远不止于这样。下一集做游戏场景的时候，我将详细介绍它。回到脚本编辑这里，这一段是水平移动速度与跳起来的速度的常数定义，这段不要，删掉。改写成这3行，分别代表跑步时的移动速度、往上跳的高度与跳到该高度所需要的时间。这里加上 @export， 目的是可以在检视器去设定 run speed 加 height 还有 tie to peak 的值，而不是写死在程式里。再来这3行，重力值将由指定的时间跳至指定的高度来反推，跳起的速度将由计算出的重力值与跳的高度套用公式计算得到。最后这个 playback， 还记得前面动画数有几条过渡 condition 与 expression 都是空白，只将 mode 从 auto 改成 enabled， 这种只能透过程式过渡到下一个动画去。这里 ready 的前2行都是套用物理公式计算得到，重力是 2h 除以 t 平方，跳起的速度是根号 2gh。 注意这里要加负号，因为前面提过柔豆的 2D 坐标向下为正，向上为负。至于第3行的小括号内要填一个属性路径，先点击 Animation Tree， 然后在检视器展开 Parameters， 再把 Playback 拉到程式的小括号内。现在不熟，这些属性路径就用拖的，以后熟了，这些属性路径就直接打出来就好了。再来 Physics Process 这一段，我们要先区分出哪些动作是在地板做的，哪些动作是在半空中做的。所以首先就要先判断角色是否在地板上。下面标起来的部分进行一次缩排。一段跳是由地板往上跳，属于地板动作之一，因此程式要放在 if is on floor 的缩排区块里，并写下当按下跳按键的时候，速度的 y 值等于跳起的速度。然后动画的部分就是透过 playback 点 travel 从 run 过渡到 jump out 的动作。playback 点 travel 有一个特性，就是会走最短路径，意思是说我们不只是可以从 run travel 到 jump out， 还可以直接从 run travel 到 double jump， 但前提就是必须要有这个连线。而且还有一个好处，在 travel 的过程中可以吃过渡的设定。忘了设，全部都忘了设。好，那我这些线这边都会改成 0.1 啊，那你自己那边也改一下。现在这里新增了 else， 所以接下来的缩排区块就属于半空中的动作。注意，这个 else 一定要跟上面的 if is on floor 这一行对齐。如果对齐的是这个 if， 那么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意思会变成没有按跳的时候要干嘛，所以写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现在要添加2段跳的程式，先定一个变数用来记录是第几段跳。从地板往上跳的时候是第1段跳。这里等于前面少打个冒号，其实不写也没关系，但写了执行效能比较好。现在写的这段程式意思是，现在是1段跳，并且按下跳的按键，那么速度的 y 值重新给一次跳的速度，然后播放2段跳的动画，并且记录已经跳第2次了。再来加的这2行，当角色处于半空中，没有触发跳动作的话，那就做重力的计算。OK， 程式暂时先这样，下面的注解都删掉。如果你想仔细看目前所写的程式，那么这边你可以按下暂停，把专案执行起来做一下测试，试看看跑、下滑、1段跳、2段跳有没有什么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没问题，但其实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我在计算重力这里下一个 print 123，会出现讯息123的情况只有一个，那就是角色没有检查到地板。接着我把 run 到 fall 的过渡线 mode 改为 auto， expression 里面写 velocity 点 y 大于0，
接着将专案执行起来测试。在游戏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2次123。我想说，游戏刚跑起来，没有检查到地板，应该算正常吧。现在我的角色仍然是在地板上，我做一个下滑的动作，结果出现了3次123。在站起来的时候，又出现了3次123。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不一开始就把 expression 设定 velocity 点 y 大于0的原因。因为当你做下滑动作的时候，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立，导致有时候下滑动作做不出来，而造成有几帧检查不到地板的原因，就是上一集在录动画的时候，顺便录制了碰撞器的缩放值，只要碰撞器的大小一改变，就会发生这个情况。这里其实我也试过调整过渡线的优先权，数字越高，优先权越低。不过我直接告诉你结论，没有用。下滑动作偶尔还是会做不出来。这里我建议自己打射线检查地板，在 Player 下新增 Raycast 2D 的子节点，设定 Target Position 的 Y 值为3， Collision Mask 多加一个2号，场景数点击 Tiler Map Layer， 展开 Tiler Set， Collision Layer 这里多点个2号，点脚本回到程式这里，接着在这行输入 8onReady， 定义一个 Raycast 的变数，冒号等于抓 Raycast 2D 子节点，这里自己打射线取代原本的 is on floor， 定义一个不临值的变数，用来记录是否在地板上。若射线有打到地板，则 is on ground 等于 true， 相反的 is on ground 等于 false。之所以要设定 is on ground 的不临值变数，就是为了要取代 animation tree for 到 run 的过渡线 expression 里的内容改为 is on ground。把专案执行起来测试。游戏一开始的时候出现了2次123，做下滑跟跑的时候还是出现123。不用紧张，把 Raycast 2D Target Position 的 Y 值从3改到6，然后再测试一次。游戏一开始侦测不到地板应该是正常现象，关键是现在下滑跟跑步动作切换不再出现123了。最后把水平移动的速度加进去，只要在 Ready 这里下一行velocity 点 x 等于 run speed， 在开始测试前把角色移左边一点。好，开始测试。再次点击这里可以重新启动游戏。目前测试下来应该没有问题。那么下一集我们要做游戏场景。这集的内容有点多，细节也蛮多的，所以影片剪起来特别花时间。希望大家多给我一点赞。还没订阅我频道的，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如果你有程式上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步骤不清楚的，可以留言发问，我会回复的。那么影片就到这里，我是爱肉叔叔，我们下集见。